说起瓦良格号航母，坊间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言，说是当初乌克兰将瓦良格号航母的设计图纸放在了航母里面。几经辗转，瓦良格号航母到了我国手中后，我国工程师在对其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在航母内部发现了这些图纸。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关注我们，支持我们继续做下去。祖国万岁！瓦良格号的图纸。其实对于瓦良格号的传闻，一直以来大众都有两个误区。其一是中国的确搞到了瓦良格号航母的图纸，但并非是同航母一起回国的，而是和航母分两批买回来的。瓦良格号航母里面有图纸这种事，想想都不可能。因为瓦良格号在抵达中国之前，还发生过多次零部件盗窃事件。黑海造船厂的工人们零零散散将航母上很多看似不起眼，但却极为重要的小玩意都撬走变卖了。如果瓦良格号航母及其图纸能够被得到严密的保管，那也不会存在零部件被偷盗的事件。那放在海上吹了好几年海风的纸，早就该烂完了。事实上，瓦良格号航母的图纸并未装在航母内部，而是被放置于黑海造船厂的档案室中。当时负责从乌克兰买图纸的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世元还曾专门发文澄清了这件事。他的描述中也展示了很多细节，比如黑海造船厂的设计局大楼有8层，1到2层是仓库，3到7层是办公室，8层是图纸档案室等等。再比如，整个大楼非常老旧，里面的灯光也很昏暗。在他们进第1层仓库的时候，还和1楼的导弹发射架拍了一张合照。当唐世元一行人到8楼后，负责保管图纸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其实在他们来之前，俄罗斯早就派人来找过，希望能拿到这些图纸。俄罗斯人希望乌克兰人看在大家以前都同属于苏联体制的情况下，让乌克兰能免费把图纸给他们。对于俄罗斯人提出的这种要求，自然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乌克兰在2000年的时候也曾找过中国，希望中国能以400万美元的价格把图纸买走，但当时中国都还没拿到瓦良格号，所以也就没答应这件事。2002年，瓦良格号终于抵达中国，中船重工集团才又突然想起图纸这件事，于是立马组织人员前去乌克兰购买图纸。当时大连造船厂701所和703所各出1人，组成了一个3人小组去了乌克兰，其中代表大连造船厂的人就是唐世元。而此次中国和乌克兰方面就瓦良格号航母图纸的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3人代表和乌克兰某军贸公司总裁基本在当晚就把买卖谈下来了。中国一次性买到了1981份图纸资料，这基本已经囊括了瓦良格号航母所有相关的设计图纸。除开图纸之外，3人团队还买到了1400多件瓦良格号航母的备用零部件以及备用工具。所以按照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世元的说法，所谓的瓦良格号航母图纸并不是乌克兰送的，而是中国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且这些图纸也并没有装在航母中，而是锁在了瓦良格黑海造船厂的设计局大楼里面，后来是用卡车运到尼古拉耶夫机场，然后转运基辅机场，由空运回中国的。谁是买瓦良格号的功臣？第二个误区是购买瓦良格号的功臣。目前互联网上的主流说法是买瓦良格号的大功臣是香港商人徐增平，但这件事也存在一个误区，因为当初买航母的不止徐增平一个人，而是很多人。不过后来大部分人都只知道徐增平一人。在中国买瓦良格号整个事件中，徐增平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向乌克兰递招标书，也就是说，在购买瓦良格号时，徐增平起了牵头的作用。因为徐增平本人的资产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严重缩水，他在递交招标书后就没啥钱了。之后徐增平出了一部分钱，但大头是由华夏证券的邵纯、徐向东方汇中的张勇等人出的。在最早完成牵头之后，徐增平和瓦良格号航母就再也没有了关系。后来瓦良格号回到中国，徐增平到处演讲，至于他谈到的很多细节是否具有真实性还存疑。而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世元后来更是直言，在外国法庭上，有说谎前科的人无法出庭作证，
因为大家不确定他说的话哪一句不是假的。瓦良格号事件背后的国家力量。此外，对于瓦良格号来中国，大众也不要过于高估民间团队的作用。事实上，在创立公司向乌克兰递交招标书后，中国的国家力量就在后面做推手了。后来瓦良格号被土耳其扣押，中国第一时间就和土耳其展开了外交工作。若非如此，土耳其会要求中国给出10亿美元的保证金，这笔钱是一个民营企业随随便便能拿得出来的吗？土耳其方面针对的就是中国的国家力量。后来希腊方面派遣船队拖着瓦良格号通过土耳其海峡时，其背后也有国家力量在推动。